爸，这可停的都是好车，你看那儿，法拉利啊，宝马啊，还有这辆保时捷911，哟，这可是限量版哎，我在美国也没看到几辆，居然在这个小区能看到这辆车。哎，潇潇，潇潇，往哪儿走啊？咱们就这儿啦，19号楼。啊，这边来。好嘞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关关，说真的，我好羡慕咱们隔壁啊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买上这样的房啊？是呀，这小区环境这么好，离地铁又近，大小格局都合适。要是能在这儿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简直就跟做梦一样。小区的环境也不行啊，绿化太少了，楼与楼之间隔得也太近了，跟鸽子笼似的。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这什么电梯？哎呀，这才上来几个人就挤成这样了，比爸爸给你准备的别墅差远了。再说了，这又是公司又是出租房，里面的人员也太复杂了。你一个女孩子住在这儿，爸爸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女儿愿意住这儿有什么办法？就让她在这儿先住2天，万一不行就搬家。话是那么说，那又不能委屈了咱们女儿啊。就算住公寓楼，那也得选个档次高一点的，是吧？哎呀，新楼盘那么多，是不是？到了，哪个公寓这个好啊？来，到了。哪儿？这边。啊，站哪，来，这边。我真受不了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有钱人就可以这样吗？说咱们小区，还说什么这不是人住的地方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苍蝇，我们是耗子呀！就是啊，这2203看上去来了一个白富美，这有钱人跟咱们就是不一样，这多好的房子呀！这让他爸妈说的跟有多委屈似的。这2203来了个这，那201把摄像头都给装上了，也不知道防谁。要不然就别来住，要来住呢就别说那么多。咱们22楼真够可以的，不来则个，一来呢就来2个奇葩。你又在网上买东西啊？不可能，支付宝的钱都没有了。怎么，不认识我啦？我2203的住户啊，刚一个电梯上来的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被我爸念叨烦了，偷摸过来给你们打个招呼。我是许潇潇。许潇潇，24岁，海归，古灵精怪，肆意洒脱，率性犀利。从小在关系复杂的家庭长大，看似玩世不恭，实则真实善良，让人又爱又恨，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。我是许潇潇，今天我新搬过来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，多多关照哦。哎，你好，我叫邱莹莹。啊，这个是关雎儿，我们2个租住在2202。你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尽管敲门。这么晚搬家是不是没吃饭呀？我们这儿有甜甜圈跟奶茶，你要吗？不用了，我都吃过了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们，我从国外带回来的，就算是见面礼吧。谢谢啊。哎呀，我坐了1天飞机，好累啊！今天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有时间啊，我们好好说话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早点休息啊。哇，这巧克力看上去好好吃啊，让咱们甜甜圈情何以堪？哇，我查一查这是什么。大师级巧克力，太够意思了。好好
咱们零食干什么呢？哎，他那件衣服看着很普通，可是穿在他身上好看死了。我倒是没看出来是什么牌子的，但我认出他那包上的毛球了，那毛球是芬迪的。我妈也有个那个牌子的包，可贵了。不过能送这么好的巧克力，这别的东西肯定也便宜不了。完了完了，正宗白富美，我现在对她羡慕嫉妒就是没有恨，一盒巧克力就把我给收买了，太没节操了我。可不是嘛，我这刚才听他们说那些话，我心里挺不高兴的。不过我看到小曲那么热情的跟咱打招呼，我顿时就不生气了。再说了，还有这么好吃的巧克力。好好吃。再来一个，我再来一个。哎呦，就这一件啊，这也太小了吧？啊？结构也不好。哎呦，这家具太简单了。哎，把这些照片摆出来。这张不错。小小，小小。啊！爸爸把别墅都给你装修好了，你还是过那边去住。要不干脆回家，家里那么大的房子，就我和你妈2个人住，怪冷清的。哎呀，爸爸，你坐会儿好不好？唠唠叨叨个没完呢。这房子哪有你说的这么不好呀？我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，完全够住啊。再说了，哪有长我这么大的孩子还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呀？我是回来工作的，就得自己养活自己，对吧？我这么大了，还仗着你跟我妈买别墅啊？那不是打我自己嘴吗？有志气好，可是爸爸舍不得你这个宝贝女儿吃苦。家哪有这么娇气呀？俗话说得好，有多大本事享多大的福。要想花钱，就得是自己赚的。我现在只买得起这儿，我就住这儿。等以后多赚了钱，我再换别的房子，好吗？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，可证明自己也不一定是自找苦吃啊。不要，我现在这个岁数啊，就应该自找苦吃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爸爸，你明天不是还开会呢吗？你让刘叔先送你回去吧，好吗？啊。怎么办呀？咱们也没给樊姐留一点。我赶紧毁尸灭迹，不让他看见。好啦好啦，走，放心吧啊！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那个什么，你们下去等我会儿啊，我跟女儿再说几句话。啊，那你快点啊！啊，你也早点休息啊！哦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走了。干嘛呀？什么事儿啊？你是回来帮忙的，还是回来拖后腿的？当然是回来帮忙的了。不是你急吼吼的让我回来帮忙争家产吗？哦，你还知道我是让你回来争家产的。你爸给他前妻和儿子买豪车、买别墅，手下2个公司，这每年几百万的收益全都交给你哥了。你这好不容易肯回来了，妈妈费了老大的功夫才说服你爸给你买别墅，你倒好，偏要跑来这儿住公寓，你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战略，知不知道？苦肉计懂不懂？欲扬先抑，懂不懂啊？我不懂你那么多，我就知道我们家产就这么多。你要再欲扬先抑下去，那就全成了你哥的了。妈，我问你吧，是车子房子值钱，还是家里公司值钱啊？那当然是公司啊。bingo，车子房子不过是鸡蛋，家里的公司才是生前的金母鸡。
我爸当初离婚的时候啊，是净身出户，家里的家产是你跟他在一起挣的。他给他的儿子买房子买车，这我无所谓，但是公司绝不能让给别人。我住在这儿啊，就是为了让他觉得他委屈了我，想一门心思的补偿我。我瞄准的是分公司老总的位置。这招管用吗？管不管用？过2天不就知道了吗？还有，把你的副卡给我，这买房子的钱我得还给人姚兵呀。你不是说是你赚的钱买的吗？这你也信？这是说给我爸听的好吗？要没点体格，他敢放心把公司拿给我？我现在是刻苦上进的好青年一枚，你可千万别把我戳穿了，知道吗？我回来啦，樊姐，看样子有戏呀。没戏，还说什么精英？其实就是一小公务员，要求还挺多，厚着脸皮跟我说，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按揭买房啊？脑子瓦特了。那万一是潜力股呢？哎呀，都快40了，还潜力股啊？这隐藏的也太深了。照这速度下去啊，估计50、60还潜着呢。谁买入谁套牢，一准能炒成股东。长得帅吗？帅，真帅，1.8米几的大高个，腰以下全是腿。我喜欢。有什么用啊？是能当菜吃，还是能当饭吃，还是能出去挣钱呀？这也就是能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。真要是结婚呢，基本等同于自杀。姐这大好时光都浪费在绣花枕头上了，这好男人呀，都在跟姐捉迷藏。关关，你敢去相亲吗？反正我不敢，我没有樊姐的勇气跟泼辣。如果我面前坐一个陌生男的，对我东问西问的，我觉得我就能马上去死。我也不知道呀。不过我妈说了，如果我再不带一个男朋友回家的话，她的脸都被我给丢光了。没准我得好好考虑考虑，明年是不是要真的相亲了。我这是没时间呀，我还是先保住饭碗再说。关关，小秋妍，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降低一下男朋友的标准？比如说，小货车1辆，普通住宅1套，就像咱们隔壁那个2居室。2203肯定不行，首先性别就不达标，女的呀，而且是个超级白富美。我在这面前一站，就跟凤凰前面的草鸡似的，也就樊姐也能跟她比一比了。我怎么跟人家比啊？人家有房有车，我有什么呀？我就一堆破衣服。大龄少女不配谈恋爱，就会找对象。樊姐你怎么了？必须叫我姐。小美美眉。哎，看来又受刺激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去看看。2203在开 party。别看是小区不行，装修时候费了不少功夫呢。别的不说，光是灯不少钱呢。这些窗帘都是配套的，知道吗？谢啦。那个，来，我说2句。来，都安静点。我来说2句啊。这个，我们都举起酒杯来，我们欢迎潇潇回国。
哎呀，我10点半就需要上床，11点得进入深度睡眠，不然我的皮肤就不行了。是啊，我更惨，我还得回客户邮件呢。这音乐咣咣一阵，26个字母全在我眼睛面前飞，我什么我都翻译不明白了。那，要不然我去说说。行，我去。你好，我是隔壁2202的，你们能不能小点声？说什么？你们能不能小点声？啊，哎，都小点声，这就不愿意了。潇潇，你这动作也太慢了吧，我们都快等睡着了。还不怪我爸妈，纯不看这小菊不顺眼，唠叨半天才走。潇潇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看你找的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那败家哥哥还在那个别墅待着呢，你怎么发配到这儿来了？哎，你别发配了呀！大家静一静啊，我有话要说，快来快来，麦克风给我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姚斌替我垫钱买房子啦，感谢兰兰给我装修，感谢大家给我准备的 party， 谢谢大家。应该的。现在我要庄严的宣布，取消！大家都知道，我这次回来的目的是给我那个败家哥哥争家产。我爸跟他的前妻离婚是净身出户，娶了我妈。辛辛苦苦赚下现在的家产，跟曲连杰没有关系。我绝不会把曲家的家业交到了曲连杰的手里。以后啊，但凡提供曲连杰有价值信息的，一律有奖。哎呦！哎呀，我的美容觉啊！怎么办呀？我这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？手机。喂，物业吗？我是2202的租户，2203的业主好像在开 party。都这么晚了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明天一大早还上班呢。业主怎么了？业主也不能扰邻呐。你信不信？你如果再不快点管的话，我就……好吧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马上上来。关键时刻就看出来这业主跟租户的差别了。今天如果是我们这样啊，他们早就上来了。还真是。哎呀，都1个小时了，吵得我脑子都晕死了。我也是，我这本来觉就不够睡，这下可好，我这明天还加班呢，我这怎么才能起得来呀？你好，找谁？你好，我们找这里的业主。潇潇，找你的。许小姐，我们是小区的物业，您刚刚搬过来，这个庆祝也是应该的，我们也理解。可是，您看现在都这么晚了，您这样会吵到其他邻居的。知道了，现在是10点50，11点，再有10分钟我们肯定结束，好吧？我们也是接到其他邻居的投诉，实在没办法，希望您能配合。再见，来，谢谢你们。这邻居够事儿的。这样啊，大家，今天呢，我们再玩10分钟，想撤的撤，不想撤的我们去外滩，店儿你们挑，单我来买，好，大家玩到高兴为止。警察，把音乐关了。怎么了，警察叔叔？我们刚接到报警，有人投诉你们严重扰民，希望你们马上停止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将会依照相关条例对你们进行处罚。嗨，
我们这马上就撤了，几分钟的事儿，害您跑一趟，辛苦您，辛苦您。放心吧，警察叔叔，我们这儿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别再扰民了啊！这是第一次，给你们个警告。一定，没有下次了。好了，谢谢辛苦您，辛苦您。高姐，直接散吧。哎，你慢走啊！再见。什么呀？你这邻居行啊啊！好好的 party， 咔嚓。就是的，这也太过分了！现在才几点呢？对呀。来，拿什么呀？过来。是不是你们报的警啊？什么报警啊？1次、2次、3次，我不是跟物业都说了吗？10分钟，再有10分钟我们就结束了。干嘛呀？我们都是邻居，闹得这么夸张，有意思吗？我们没报警，什么报警？干什么呀？说话就说话，干嘛这么凶啊？你们都吵了1个晚上了，我们不过是跟物业说了一声，干嘛这么凶巴巴的样子？不是你们报的警，那谁报的呀？对啊，不是你们还有谁啊？是我报的警。你谁啊你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我是201的业主。我已经查过中国上海的噪音扰民标准，晚上10点半到第2天早上7点，超过55分贝都是扰民。如果是深夜超过15分贝，已经构成扰民。现在已经深夜12点，我用 iPhone 自带的分贝软件测试过，你房间的音乐已经超过70分贝。我报警很合理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什么疑义，你也可以联系我的律师，随时告我。I need sleep. I don't want to have to tell you again.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，我不会像今天一样等15分钟才报警，我会立即报警，而且向你索赔。我靠！安迪，31岁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，华尔街投资公司高管，拥有精准干练的言谈举止，对数字极为敏感，有超强的记忆力，性格高冷，不善与人接触。老谭，东西我收到了，我决定回国。先说好，我是为他回来的。主任 CFO 帮你收购红星只是顺便，我一找到人，随时可能离开。你帮我找个中档小区，面积够住，有公园即可。公司车程不要超过20分钟，我会尽快办理这里的离职手续。See you in China。我要换房子。不是吧？周六一大早就为了这事儿找我？怎么了？地方不行吗？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找的。房子没问题，邻居太烂，那帮小女生闹腾得很。行，你说换就换。本来也就是临时给你找一个落脚点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索性就以公司的名义在江边买一套房子给你吧，算是投资，你住着也方便。OK， 记得我要安静一点，人少一点。还有，照样离公司不能太远，20分钟车程 ，OK？OK。哎呀，昨天晚上睡得那么晚，我今天都不能美美的了。哎，就是啊，我本来以为小许是个好人呢，没想到玩这么疯。要不是昨天隔壁221报警，估计1、2点都停不下来呢。这201也够吓人的了，才办了几天呀，这又装摄像头又报警的，我看比小许好不到哪儿去。哼，他们2个呀，一个混世魔王，一个是冷冰冰拒人1千里。
哇塞，姑奶奶今天直击现场了！历来百万名车旁边无宠女，